第一个明确提出电磁炮概念并且坚持不懈长期试验的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克兰。1901年，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电磁线圈炮，并且利用该炮把0.5公斤重的炮弹加速到每秒50米。2年之后，他制成的第二个线圈炮把10公斤重的物体加速到了每秒100米的速度，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1920年，法国人维勒鲁伯发明了电磁轨道炮，就是利用轨道电流间的相互作用的电磁力把弹丸发射出去。它由2条平行的长直导轨组成，导轨间放置的炮弹相当于一个滑块。当2个导轨接入电源时，强大的电流从一侧导轨流入，经滑块从另一侧导轨流回时，在2导轨平面间就会产生强磁场，而在磁力的作用之下，弹丸就会以很大的速度射出。那么，由于电磁轨道炮结构简单，易于实现，所以成为了电磁炮发展的重点。但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缺乏包括脉冲电源在内的大量必备条件，电磁炮呢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直到1978年，电磁炮才取得了技术突破。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学家理查德·马歇尔和约翰·巴伯等人研制的一门电磁轨道炮，可以在5米长的导轨上把3克重的弹丸加速到每秒5900米的速度。这一实验成果呢，也迅速引起了各国军方的浓厚兴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苏俄、英国、法国、中国、日本、以色列、德国、荷兰和丹麦等国相继建立了实验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研究，使电磁轨道炮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而其中，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国防部在1978年成立了电磁炮联合委员会，协调军队、能源部、国防原子能局及战略防御倡议机构分散进行电炮研究工作。1980年，美国西屋公司为星球大战计划建造的试验型电磁轨道炮，用一个17.5兆瓦的单极发电机作为电源，把300克的弹丸加速到5000米每秒。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相继解决了中大口径电磁轨道炮的电弧烧蚀、高速刨削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使电磁炮技术研究从此进入了工程应用研究阶段。于是呢，美国海军在2005年8月开始正式立项研制电磁轨道炮和超高速炮弹。到目前为止，超高速炮弹的进度最快，已经研制出了127毫米和155毫米2种口径的样弹，并且能够由电磁轨道炮和传统火炮发射，灵活性很大。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称，在已经进行的多次试验当中，超高速炮弹可以在传统火炮上打出3马赫的高初速，相当于传统127毫米火炮的2倍。此外呢，该炮弹上还装有强化制导电子单元，可以让炮弹随时跟火炮进行双线数据连接，这也是未来实现炮弹制导的先决条件。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超高速炮弹的成本也极低，只需要2.5万美元，是一项有望以低成本提高现有火炮性能的革命性技术。一旦该技术成熟，超高速炮弹就可以在26海里至41海里的范围内，利用传统火炮对抗更昂贵的巡航导弹。现阶段，超高速炮弹还需要解决轻型高强度结构复合材料、高加速兼容电子元件等技术难题。真正将其使用在传统火炮上，还有不少的路需要走。而现阶段，电磁炮本身也由于耗电量、炮管寿命等诸多问题，距离实战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呢，世界多国对电磁炮的优势也非常清楚，都在积极的投入来研发试验这一未来武器。